唐天师，唐天师，舟车劳顿一天了，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把我放出去，给您捶捶腿，捏捏肩啊？不必，你安静的待着比什么都强。我知道，您嫌我唠叨，我已经竭尽我的全力，一天都没有说话了。但是我爱说话也不是件坏事啊。确定想出来吗？确定。好。我什么我呀？小流氓，想让天师啊你！不是你自己说要出来透气的吗？我是个女子，好吧，你也不能让我看你洗澡啊，流氓！我答应让你出来透口气，你这么快就想回去了？别动怒啊！是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在华隐山林的时候是我骗了你，现在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要是你啊，就乖乖的把嘴给闭上，这样还能多活几天。聒噪！你这个小人！唐州真小人，小人。唐州这个小人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，这得是金的吧？得值不少银子。那可不，我看这东西珠光宝气的，里边说不准有什么宝贝。对，打开看看。一定是我平日做善事做多了，老天爷都不忍让我受苦了，派人来帮我了。打开！你倒是快点儿，万一那人醒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反正走之前要把他做掉，醒了就直接杀了不就得了？那倒也是。我终于出来了！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跟刚刚那声嗷明明是可爱比较多一些嘛，竟然跑得如此快。原来是蒙汗药。没想到这个小人法术这么高超，却这么不谙世事。哎呀，你折磨了我这么久，可我呢，却不小心救下了你的性命，真是个天大的误会啊！但我怎么能以德报怨呢？哎呀，这白净的脸蛋儿，若是印上我的手指印，那应该更顺眼了。别漂亮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醒啦？我看你脸上有一只蚊子，我想帮你扇蚊子来着。你手抬这么高，我还以为你要打我耳光呢。瞧您说的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？屁股起来。哎，这个区蒙汗药，当真以为对我有用啊？好，那看样子您早醒了哈。你早醒了，你干嘛不早点起来啊？你就任由他们这样偷东西啊？本来呢是想起来的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如看着你顶着天大的误会对我以德报怨啊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两个贼在客栈里谋财害命的啊！现在回想起来都凶险得很啊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这么意外的能救下您的性命，很荣幸啊！可是他们伤不了我。哎，可别这么说。作奸犯科之人，他们隐藏的本事可多了。要不是刚才我吓跑他们，真的挺凶险的。不过救命之恩，
你就不用回报我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再也不想回那葫芦里了。那个葫芦里面又黑又小的，若让我回去的话，我宁愿自尽。也罢，你呢没有坐视他们伤我，尚有教化的可能。哎，那个放你出来是可以的啊，但是呢，你得每天跟在我的身边。我也想去试试那个。试什么？啊，也没有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最擅长的不是打探消息吗？啊，是啊是啊。那你得给我展示展示你的真本事啊！能为唐天师肝脑涂地，我在所不辞。很好。好嘞好嘞，好好吃啊好好吃啊！好，来，你能想象吗？哎，就那桌，那仨高矮胖瘦，居然是亲兄弟。说正事，打听出来什么了？哦，还真打听出来了。说这青石镇的密林里确实有古墓，叫做娘娘墓。传闻呢，是前朝亡国之时，君主带着自己心爱的贵妃，还有尽数的金银财宝，在死士的护送下逃了出来。直到逃到了青石镇的时候，是穷途末路。而那个时候，死士只能护人，护不到金银财宝了。于是，这个君主便想到了一个丧尽天良的法子。贵妃被君主杀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君主建好墓穴之后，为了让这个贵妃变成厉鬼，可以保护这些金银财宝，他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，将这位贵妃给杀害了。于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有贪婪之人试图盗宝，皆是有去无回。世间本无鬼，多数妖物都是借恶鬼之名来作乱。那这么听下来，那个妖怪厉害得很啊！看他神色，是打定主要去娘娘墓。我本该借探路之名溜走，可那墓中故事实在精彩，若能有些了悟，倒不妨舍命陪小人一回喽。小姐，尝尝这个，来，放这儿了啊。哎，白漂亮，嘿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我听你们在讨论娘娘墓的事情，想凑个热闹嘛。再说了，人越多胜算越大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唐周，这是骑虎大哥、秦牛大哥、骑豹大哥，这是……这两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江湖闻名的秦明阳大侠、镜湖棉女侠。娘娘墓危机重重，历代下墓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要结伴而行。我们也是刚认识，我们一起商讨着一会儿下墓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互相有个照应，这不你们来了，一起吧。好说好说。此地阴邪之气甚重，是应该相互照应。没错，可这墓碑上连一个字都没有。藏宝之处，不愿昭告天下也不奇怪。这墓碑有点东西啊。这好像可以擦掉的。立功了，立功了！我的生机又添了一分。发我丘者诛。哎，这都说不听前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哥儿几个，要不然咱们就听这墓主的话吧，咱别进去了。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。木门通向鬼门关，扰我梦者无骨还。不过都是些唬人的话罢了。若真是有鬼，我们几人联手，何愁不斩于刀下？还是莫要耽误时间了，大家快寻找入口吧。
凡人怕也就算了，你至于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妖怕大妖，这人之常情吗？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怕，我只是怕你像上次那样遭人暗算，到时候还得我站出来保护你。行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吧。哎，你就不是那个，你走前面。嘿，白漂亮，你不用担心。原来以为这墓里会有很多机关，你看，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吗？外面的盗洞挖得比路都宽，什么机关陷阱，早就被以前的人给破了，不用担心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之前进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次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紧走吧。各位，这边。安全。哇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些石像是照着贵妃娘娘刻的吗？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二哥，二弟三弟，别动！他们这里怎么了？这里似乎有一股极阴邪的气息，看来是某种阵法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过去看一看。来了这么多小贼，你是生得最好看的那一个。你是墓主，是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是是非非，万般皆空。情是假的，爱是假的，只有恨才是真的。你恨杀了你的君王。我早就把他忘了。现在谁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恨谁。别动！别回头！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掉进某种法阵当中了。你刚刚在石像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突然发疯，其他人也发疯。那个金女侠差点刺伤了你，你也差点刺伤了她。它是传说中的错魂阵，跌入其中，掩耳不变，40相叠，不死不休。我看到的都是过去和此刻跌进阵法的人，我们一直在自相残杀。此阵乱人性质，对妖来说却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才没有中招。啊，对啊，看见我被困，你居然没有逃跑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我很仗义的，好吧？始乱终弃，怎么能这么用呢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蒙着眼可以救我？
我刚刚看那个骑虎被骑牛刺伤了眼睛，突然就不发疯了，我便赌了一把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回我可救了你的命啊，不许再抵赖了。这个法阵应该是通过石像的眼睛发动，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就会被控制，反而你闭上了眼睛才能走得出去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些石像动来动去的，现在路全都变了，而且这个墓室是个圆的，处处都一样。刚刚跟我们那些人已经不见好一会儿了。怕是有人在错魂阵上叠加了幻影术。那怎么办？劳驾你用手挡着我的眼睛。用手挡你？你直接闭上眼睛不得了吗？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，咱俩冲出去。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哇，我们居然转出来了！哎，睁眼，可以了，我们转出来了，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这是被过河拆桥了吗？哎，嘿，哎，说话！什么声音？这不是秦明阳吗？他中错魂阵太深，也是无救，注定癫狂致死。倒不如给他来个痛快。等等，让我来试试，或许有救。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以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小本事。当然了，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，就算你跟他一样迷了魂，我照样可以救你。张口就咒我，看来又想进去了。哦，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的，我一得意就爱忘形嘛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哎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不是说你要救他吗？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，等我们找到出口以后再回来救你，坚持住啊！哇，怎么又有这个贵妃啊？哎，你别看了，这没准又是什么法阵呢。已经看完了，确实有阵法。啊？站远一点。八卦图，奇门之术，流传了很久了。此乃艮离之卦。艮离之卦，生门居北，死门于坤，没准这墓的出口是在生门之后，怎么回事？这哪儿啊？手，摸够了没有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，你干嘛？蝙蝠，
爬够了没？蝙蝠已经走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儿有块墓碑。帝王无情，贵妃何辜？吾等奉命修建此墓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留此生门，盼贵妃之灵，可经此逃出升天，免受镇压之苦，早登极乐。之前墓碑所说的“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”，也就是说，生门背后是死境，死门背后才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有蝙蝠栖息，可见一定有出路。这个秦明阳，装疯害人，想独吞宝藏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，真是命运弄人啊，是不是？王年耗费灵力救他，要救人，人却害人，这世道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要不上去救他们吧？这个秦明阳死有余辜，死就死了，可是其他的人是无辜的。走吧。哎，唐天师，您英勇无敌，破法阵如拈花般简单，一人阻挡万妖，而我实在没什么本事，不如这样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凯旋，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这段时日我一直被关在葫芦里面，我腰力不济。再说了，这个甬道也太长了，我根本就飞不上去嘛。无妨，抓紧我即可。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。你说的也挺有道理。带着你一个人的确不合适，那就进葫芦里吧。什么都不说了，师兄弟一起走。哦，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好像老了几十岁的样子啊？他吸走了我的命。什么？一命千秋，莫非是七曜神域？是不是有人夺走了你的寿数？寿数天定，还能抢夺？他可是带了什么法器？他用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死了？一说到关键时刻，怎么就死了呢？你说完再死好不好，大哥？速速离开，走吧。宇恒是凡界最强的捉妖天师之一，一直隐居东海。前段时间收到线报，他曾途经兰溪镇捉妖，但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捉的是颜丹。他的丹房外，皆是凶险万分的捉妖法阵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，要一个人硬闯？更何况你看看这里，东海地界，你要是被龙族的人发现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要有能找到颜丹的一丝可能性，无论是刀山火海，还是黄泉碧落，我也一定要抓。
么妖，竟有如此的法力？你真幸运，这里面不是他，否则今日的教训绝没有这么简单。夏目的人，除了这个秦明阳，全都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而且他那个寿书是谁取走的？难道真的是贵妃？贵妃冤魂，不过是阵法所化，屋中以物宝藏，传说却愈演愈烈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鸟多人就多，跟着鸟来，果然有人。他说的没错。姑娘，姑娘，这很危险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，是谁啊？嘘，她是我娘亲。她还说木门通向鬼门关，你们千万不要打扰她睡觉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又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从小生病，坏了脑子，成日里疯疯癫癫的，爱说胡话，二位莫怪啊。这里乃是荒郊野岭，你家小姐为何会跑到这里来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我们沈府呢离此地很近，最近啊因为闹鬼闹得太凶了，所以才一不留神让小姐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看二位的装扮像是江湖能人，不知道会不会驱鬼啊？他们是坏人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他们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快走，快回家！你们看，我们小姐又开始说胡话了。若二位能还我们沈家安宁的话，我们老爷一定会重金酬谢的。行啊，正愁没地方去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那请随我来。去，把天庭赏赐的天仙玉露也拿来，给太子妃解解渴。别叫我太子妃。我们的父王正在大殿商议婚事，早叫些时日又何妨？还是说你害羞了？父王教导我，龙族是天庭的前锋。练兵之道，不能有一日懈怠。我们东海的士兵都是由我亲自训练的，你们南海的士兵能接下已经不错了。赵兰，等我们成婚之后，我让他们都当你的亲卫。赵兰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，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谁要你保护？我自己不会打吗？太子殿下，属下为您炼丹的丹房被一只妖毁了，所有丹药无一幸免。属下已奋力一战，奈何此妖术奇诡，能纵水火。能纵水火？这妖长什么样？此妖皮相修得甚好，属下也没能看出原形。不过在打斗时，发现他腕上有一个似花似鱼的印记。于墨竟然还没死！传我命令，派出所有精锐，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此妖。是。
我们家湘君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为了让他不遭人白眼，我就把宅子设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当初风水先生说此地阴气太重，一朝邪祟，可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如今，唐天师，我看你年纪很轻，果真有办法对付恶鬼吗？晚辈是凌霄派弟子，自幼便修习诛邪之术，您请放心。啊，恕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原来唐天师是赫赫有名的凌霄派啊！啊，唐天师，可曾婚配？啊，沈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唐天师，您出身名门，又有一身的本事，您沉稳持重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否能娶我小女湘君为妻？我知道，是我们家湘君高攀您了，但是我们沈家有良田千顷，商铺数界，金银绸缎数不胜数。如果您肯答应的话，我可以把沈家的一切都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我就有点意外，我本来以为今天上演的是降妖伏魔的戏码，没想到才子佳人的美事儿。我知道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人了，唯独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湘君的归宿。这孩子八字轻，一朝邪祟，寻常男人见了他，不是怕，就是讨厌他。只有唐天师您不但不怕他，您还有本事保护他。如果您答应这门婚事的话，哪怕是做妾也行，我这心也会安的。阿爹，沈老爷托孤托得这么认真，别推辞了吧，别人想要这种好事还求不得呢。啊！夫人不必试探我此生为你而已，绝不纳妾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。她是你夫人？私定终身，尚未禀明师门。私定终身？哎，这种话不可胡说的。夫人难道忘了，我下聘时曾送给你一个玉壶？记得。原来如此啊，是我们湘君没有福分呢。沈老爷，凌霄派出轨自有秘法，以小妖投食便可将之请走。只要出现宅中恶鬼，沈小姐便可以安然无恙。唐天师所言极是，这天色已晚，我让下人安排厢房，你们早点休息。驱鬼之事，咱们明日详谈。拿我挡桃花，还让我睡在地上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一点点的不妥吗？沈老爷只给安排了一间客房，确实不妥。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有没有说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。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就会起来梦游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不梦游也很吓人。你确定要这么继续盯着我看吗？唐天师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世间本无鬼，所以你跟沈老爷说，如果遇到恶鬼的话，就投妖请走。这是随口一说的，对不对？唐天师，哎，再吵就是真的。